民間經常話，經常食花生佢可以養生。花生咧係大家都中意嘅一個傳統嘅食物，佢有一定嘅藥用價值啦，同埋有啲保健嘅功能。但係好多人都話花生可以抗衰老，究竟係乜回事呢？大家好，我係謝真。呢一期嘅影片咧，我同大家講講花生。認為咧，花生咧性平味甘，佢入咧脾經、肺經。佢有一個扶正補虛、醒脾和胃，同埋咧潤肺化痰、利水消腫、止血生瘀嘅一個作用喎。對於營養不良啊、食少體弱啦、驟吸少痰啊、咳血啊、皮膚有紫斑啊，或者有啲產婦咧佢個奶水比較少，或者有大便比較驟結嘅情況咧，都係有少少食療嘅作用嘅喎。現代科學研究發現咧，我哋花生同埋花生油之中咧，含有一種抗衰老嘅因子，佢叫做白藜蕪醇。白藜蕪醇咧，佢嘅化學名咧叫做三羥基烯，佢係一種咧非黃酮類嘅多酚化學物。咁喺植物當中咧，呢啲白藜蕪醇咧，佢係植物咧受到一啲刺激，佢產生一種自身嘅保護因子嚟嘅。而且咧，呢啲白藜蕪醇天然咧係存在喺好多食物當中嘅，例如我哋嘅花生啦，仲有就係藍莓啦，同埋三參啦，或者係一啲葡萄嘅。咁白藜蕪醇咧，佢可以通過多種嘅氧化還原相關嘅分子途徑嚟抵抗我哋一個氧化應激嘅。另外咧，有啲研究表明咧，我哋人體嘅染色體嘅完整性咧，佢會隨着我哋人體嘅衰老咧而遭到破壞嘅。咁白藜蕪醇咧，佢可以激活一種修復我哋染色體健康嘅蛋白質。咁呢個時候咧，就起到一個延緩衰老嘅作用啦。有啲營養學家咧，佢通過對花生深入嘅研究同埋咧科學實驗，佢發現咧花生咧同埋佢嘅花生製品咧，佢含有呢啲豐富嘅白藜蕪醇。咁美國農業科專家佢個研究報告咧就指出，喺我哋花生油之中咧，白藜蕪醇嘅含量咧，佢係高達咧每100克有2500微克嘅。雖然咧花生咧係有咁多好處啦，係嘛？我哋又知道佢因為含有白藜蕪醇咧，佢就可以抗衰老，有少少咁嘅作用。咁我哋花生咧，都唔係所有人都係適宜食嘅。佢有以下咧呢5類嘅朋友咧，就要注意，我哋要少食花生啦。第一類，唔好食太多花生嘅朋友咧，就係有冠心病嘅朋友啦。例如有啲朋友佢血脂高啦，有脂肪肝啦，有腦感啦咁嘅朋友，因為我哋大家都知道花生裏邊咧，佢含有好多嘅植物膽固醇，咁佢可以製出好多花生油，而且咧佢個出油率仲係比較高添。所以咧，我哋如果食咗太多嘅花生尤其係食咗太多嘅油炸花生，可能就會升高血脂，增加我哋心腦血管疾病嘅發生風險，而且咧仲會引發肥胖喎。所以話對於呢一類嘅朋友嚟講，就要少食花生啦。第二類唔可以食太多花生嘅朋友呢，係有糖尿病嘅朋友啊。好多人都話得咗糖尿病淨係控制糖分嘅攝入唔就係得咩？其實呢都唔係咁嘅喎。喺我個之前嘅節目呢，都已經講過，糖尿病嘅朋友呢，同樣都要控制好高脂肪、高熱量嘅食物，因為呢啲高油、
高脂肪嘅食物咧，佢可以喺我哋身體裏邊變成糖分，從而咧升高血糖。所以話花生佢係一種咧含脂肪熱量比較高嘅食物咧，我哋糖尿病嘅朋友咧都係要注意嘅。第三類要少食花生嘅朋友就係尿酸高嘅朋友啦。咁經常咧有痛風嘅朋友咧就會發現其實咧尿酸高有痛風其實係一種比較痛苦嘅，因為我哋要知道痛風咧佢嘅主要原因咧就係食咗個食物裏邊咧佢嘅嘌呤含量比較高。咁花生咧佢雖然咧係一種低嘌呤嘅食物，但係咧由於佢嘅油脂含量高而我哋體內咧如果血脂過高嘅話咧，佢會減少我哋尿酸嘅排出嘅，影響我哋尿酸嘅代謝，升高尿酸，甚至會誘發痛風嘅發作。第四類咧唔可以食太多花生嘅朋友咧，就係有啲肥或者係淨係減緊肥嘅朋友。如果你想控制體重減肥嘅話，你就要注意每一日都要控制熱量嘅攝入。咁花生咧作為熱量同埋油脂含量比較高嘅食物，咁你肯定就唔適合多食啦，係咪？好自然嘅嘢。第五類咧唔可以食太多花生嘅朋友咧，就係有胃潰瘍、胃炎、腸炎、膽囊切除同埋咧消化不良嘅朋友你哋係唔可以多食嘅，因為咧花生咧佢屬於堅果類，蛋白質同埋脂肪含量都係比較高嘅，所以咧有呢啲感覺胃腸道問題嘅朋友咧食咗之後咧就比較難消化嘅。最後咧，謝醫生都強調花生咧佢係比較容易發霉嘅，佢比較容易如果我哋儲存唔當佢就會產生致癌性好強嘅黃曲霉素啦。咁黃曲霉素就會引發中毒性肝炎、肝硬化同埋肝癌嘅。所以咧，我哋儲存花生嗰陣咧，可以喺低溫乾燥咁儲存佢。大家好，我係謝醫生，我希望呢一期嘅影片咧，對你係有所幫助噶。